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大部分对金门的印象是震惊2字，但是对有一寡人来讲，金门是家，是因出世的所在，是因生活的土地。为什么拢无起厝因家己的厝？甚至做出伊的世界第一点。每一岁高粱的气味，甲金门人的个性同款，好食，阁水开。基本上，其实如果相处之后，他非常热情，而且很乐于帮助人。这届我们甲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金门人的故事。藕干饭，有煮回来之后，他会讲的很味道。这个就是金门对家的记忆。东经118度，北纬24度，距离台湾200多公里的地方，有座岛屿名为金门。战地前线，战地文化，造就金门不同于印象中海岛的模样。一根根反登陆的铁轨条，一座座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堡垒，是金门烙印在时间的深刻记忆。当你来到这里，总能在蛛丝马迹中找到端倪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，因为这边发生过非常多从以前知名的什么古宁头战役啊、83炮战，有没有非常有名的历时21年的炮战？所以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战地遗迹。听说这附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道碉堡。站住！口令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要动！世界第一等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来拍摄。谁？他唐正刚，还有我们摄影团队。这边现在有国军，可以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吓死人了！我以为现在还有人守在这边。你从哪里出来的？哦，这是我们内部的主要一个坑道，地坑入口。哦，这边是一个出入口。天啊，大哥，你在这边守多少年了？我在这边哦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再洗多少馒头才能退伍啊。永远不会退伍的陈大哥，以前就是在金门当兵吗？对，我服役的时候是在金门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个80几年了。那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应该跟现在氛围是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早期其实海滩区的话，正常来讲，你像我们金门百姓的话，虽然金门四面环海，其实很多百姓都不会游泳，因为海滩是属于管制区，没办法靠近海边。你像我们早期这边海岸沙滩上面，很多都是雷区。里面都有布雷，是90几年开始，一直排雷之后，现在整个海岸建起来稍微比较安全一点。天哪，这样看完全看不出来。我一刚才想说，如果地道什么坑道口，应该是从什么树林中间这样子穿进去。这就是好深的地道。哎呦，这边都小心，这边有刺。要不是大哥从地洞冒出来，眼前一片荒烟蔓草、杂草丛生，谁会注意到这类似排水口的地方，竟然是营区出入口？而且随着大哥脚步往里钻，眼前的画面简直不可思议啊！现在这边要通往哪里啊？我们现在是从海边的那个我们排序点，现在通往我们连部。往连部是往这边是不是？对。这边好大哦。
它这边在民国60几年到是70几年在一个示范据点。哦，嘿，很多来金门服役过的军官啊，是到金门没多久之后都要来后边的连部是体验一下受炮击的感觉，算一种震撼教育。难怪这边规模这么大。就其实一进来啊，我发现只要一进来这种坑道啊，因为它你看它的状态，虽然现在有点已经是废弃了，但是它大致上还保有以前的那个氛围，就是不会改变太大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岩石有没有？它这种岩石，因为金门这边大概就是主要分2种岩石，有一半大概主要都是以花岗岩为主，小心脚。然后有一半就是比较红土那种粘土质，这种应该就是比较以粘土为主，但你还是看得出来它那个凿的痕迹有没有？当初凿一片一片的有没有？这种就扎开了以后开始用人工这样凿的痕迹，其实非常清楚，非常明显。然后上面再用这种水泥啊、海沙去把它填盖，把它盖起来。哇，这边真的很大，就你在上面看完全感受不出来，就是完全就是大自然的海岸线啊地貌，你不知道下面已经冰在那边跑来跑去。走进来才理解何谓藏兵于九泉之下的战术。看似平静的海岸线，其实底下早就千军万马严阵以待，宛如一座地下城啊！现在的话，我们是等于说在壕沟底部，然后这边也是一座机枪堡，用来封锁交通壕两边。哦，这边不是就是坑到底端往上走。哇，好圆形的。这个好帅哦。这个火力点就是一样，对，所以这个也算是机枪炮口的对外瞄准。然后我们常看到3不打3不打原则啊，看不到不打，对，瞄看不到东西不打，对，瞄不准也不打，好啊，打不到也不要射程范围之外也不打，好，免得浪费子弹嘛。对，你看它这边外面都有一个先进图，就是你看不清楚的时候，它可以告诉你大概方位，对不对？就是外面长什么样子。然后这个斜景图有一个特点，好，我们看到这座吊桥，其实这是我们连部原本主要的出入口，就是靠这座吊桥。是，所以这边是，然后现在变成说，因为其实现在杂草已经蛮多，这边好几年没来清理，所以现在这个现在看过去的视野不会很好。是，那没关系，那个等一下我们走去外面可以看得到。哦，这边可以通到外面，对。但是这边真的超大，对啊，大的乱七八糟哎。顺便跟你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们据点内坑道的防御工事。好，这是我们一线据点已经沦陷了，敌人已经攻到坑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里面通过射口封锁坑道。这个等一下沿途还会看到好几个，就因场地适宜，不一定是在这个直角，但是一定是在封锁坑道的处理。然后这边士兵寝室，这边原本是早期的士官，整排的铝架，整排组铝架，铝架这个床上下铺那种，对，还有往下，对，然后这个就又是这边的一个特色之一。遮掩蔽，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据点内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持续往下，这边算一个掩蔽部。你看它这边有掩蔽部，就如果真的敌人攻进来到地道里面，它还有地方可以再往下面继续走。这边很不一样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刚刚在楼上的话，那是属于 RC 建筑。RC 建筑 ，RC 就钢筋混凝土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这一层的话是属于浆切块式，整个就是用花岗石下去，然后砌墙而成。然后这是属于最早期的工法，是。然后包含说我们最早期的，不管掩蔽部还是什么设施，我们都要我们正常来讲要存水、囤氮、囤粮。对。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早期一个蓄水池，储水设施。就工业技术来看，战地碉堡讲究的是功能性。不过，金门地势大多以坚硬的花岗岩为主，很难想象这些人工开挖的坑道是花了多少年才有的成果。这个已经应该算是第3层了，就是一直往下走，而且这个石头跟上面的完全都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。
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是因地，这个据点的话是因地制宜。然后我们正常来讲，我们刚刚这个高地，其实它有部分是花岗石，然后因地制宜就对，直接在花岗石里面开凿坑道。是哦，因为受地形地势的影响，其实我讲一句白一点啦，金门只要还很多据点，你只要看到花岗石的话，仔细找，你附近一定那些据点里面一定会有坑道。这个是通往哪里啊？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哦，很奇妙的一个地方。你像我们刚刚在连部对走的那么一大圈，对，那属于说他们要上厕所、要洗澡，要去哪边？外面随地。早期的话，上厕所的话是直接在外面随地，对。是你洗澡的话，总是要。我刚才想说，在战地可能他们久换房的时候才洗一次吧，没有，不然。其实因为它这边出来释放据点，是哦，所以一定会有一些长官来这边，小心地上。所以这后期的话就在这边哦，盖了一个。这边厕所啊？嘿，在后面这边。哇，你呢？盖一个厕所，你看我们走了多遥远，才走来厕所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来这边洗澡上厕所，还没走到这边就屎就窜出来了。真的哎，还留到现在。走到这边哦，就想到一件很好的事，你看，预测盖好了，大家都想说上新厕所，可是问题是，水资源有限。对，有一段时间这边没水，没有水可以冲的时候，就变成这边很臭，甚至说有一段时间。这边就干脆让卫兵不让人家进来上厕所。哇塞，卫兵好可怜呐，竟然在厕所还要守一个卫兵，而且卫兵还要讲说，在这口号，你来干什么？那我们小时候童话故事里面的小鹿斑比就长这样子，位高高他就会过来了。来，小朋友不可以不吃饭。你吸我下巴没有奶啊？这粉红色的，有点像水蜜桃的颜色。要撒多少？我是差不多的四把手，这样子，对，4次。对，它这样子磨好了以后啊，很像放大版我们讲的昂菇桂哦。这样切看起来是不是超好吃？整个满满的馅料哎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。然后这边其实是我们早期一个官厕所，这个应该就可以架这个古灵机枪了吧？没有，不是，这边其实是一个地图的斜形图。你像这边这个位置是我们官厕所位置，然后对面的话就是大陆那边，是它用整个水泥柱。所以它的高低地是地形真的哎，那边的等高线下去标是，所以这边以前杂草现在长起来了嘛？以前除空的时候是看得到。以前的话从这边就看得到海边，是，然后望远镜架下去的话，直接可以观测到大陆那边。沿海的，然后那个有没有军事活动，有没有动静之类的？但这边不会直接涉及火力什么的。属于火点的话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在一线海防。然后我们这连部算比较高地，我们会到连部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，就基本上一线据点已经沦陷。了解。难怪这边它就只有写一个观测台。提到当兵话题总是聊不完，很多好奇又好笑的地方都是回忆。同样的，在金门的时间轴里，有些味道对金门人来说就是念念不忘。你从那边出来，你有看到吗？你也没看到，到底在哪里？我们这次要来找这个金门最传统的凤片糕，然后他说这家店呢非常隐秘，在店说就在这个聚落里面，但他说你要仔细找，因为它很像一般住家。
整个聚落都是很漂亮的纯闽南式建筑，但是找不到，到底在哪里？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找的传统美味，有个很仙气的名字，叫凤片糕。听说地点是在古宁头，不过这里到处都是闽式建筑，对我这外地人来说，穿梭在里面，怎么看都长得很像。终于找到了，哇，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？但你可以看到门口，有没有已经有看到那个食材原料？你看就这边。就这边没错没错。找，你好，它是粉红色的，有点像水蜜桃的颜色了。哦，大家不是说那种整个红的，所以这个里面是原料是什么？高粉和糖。高粉跟糖啊，所以它里面已经有糖。高粉就是炒过的糯米粉，需要再经过蒸的程序，因为已经炒过就熟了。哦，所以它这个是已经可以直接吃的了。对，可以直接吃了。时间放越久越 Q， 所以要利用时间赶快把这个擀开。哦，不然等一下擀不太开。很软，然后吃起来跟我们想象中那个糯米那个很粘稠，像马吉那种口感不太一样。它现在比较好，就咬开，然后你吃得到那个糖的一点点的那个味道。这个里面是什么？花生，金门的花生很有名，这都是金门在地的花生。哦，很香。话说这凤片糕早期是用在庙会拜拜酬神的贡品，因为是拜神用，所以会做出凤凰图案的造型，或是代表长寿的乌龟造型。看似简单，在这中间可是有妹妹嘎嘎的。弹性开始越来越好快哦，瞬间呢，刚才还弹性还没那么好。我现在压对的吗？对，可以压扁就不要，只要压扁就可以，不要厚度差太多就好。厚度让它均匀一点。有点像小棒球。其实比想象中还容易。这样。然后我再给它洗一下。哇，这个，这样就可以。这样就可以。然后花生撒上去，要撒多少？我是差不多了四把手，这样子，对4次。对。所以以前传统就已经是只有包花生跟绿豆。对。这样4个。对，差不多。弄平。弄均匀。好。难怪我看就是有些老一辈的他讲说，小时候他们在做这个时候是边做边吃，上面还有一个盖，把它盖上去就对了。你已经做好了，好快哦！待会再弄一个别，就这样子慢慢给它压边，要从旁边开始这样子慢慢压。就变得像在泡水球。哦，好。这个，所以你们背面不会再压一个，比方说他们乌龟它会有背面是桃子的形状。没有，你待会背后没有印好，它就变成那这个就变正面，这个就背面。哦，背面就这样，不会再另外印。没有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那么快？它这样子磨好了以后啊，从磨拿出来以后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写一个有没有寿字，然后很像龟纹，它这个很像放大版我们讲的安菇粿哦。金门花生多好吃！提到贡糖2字，想必应该各位口水直流了吧？这款凤片糕简直就是加量又升级，满的花生内馅，搭配 Q 弹有劲的面皮包覆，搭配简单，但每一口都不简单。这是红片菇。这菇啦，这是菇啊，这是糕，哦，这无包啊。你还记得我刚才，它一下就扒开，我们大概这样子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吧。你看它现在延展性，吼 ，Q 啦，嘿，愈来愈 Q 啊，愈啃愈 Q 哦。啊，你吃了都知影。哦。
跟刚拄则食起来，啊，佫小可无共。这这只的口感觉得不爽。哦，伊加的大连啊，哦，加的大连的料，哦，这样切看起来是不是超好吃？哦，整个满满的馅料哎，重点是它的那个花生啊，是一颗一颗的，对对对，不是讲哇个就油的迄种。外油较歹食，咱夹干油。哦，颗粒要有颗粒啦。咱看到的流口水。虾芳，袂讲介甜，对对。但是迄土豆的迄香味哦，你就光一咬下去，整个香味就全部散出来了。绵密花生香伴随 Q 弹有劲的面皮甜，每咬一口都是唇齿留香，难怪会被当地人按赞推荐。而且这不问还不知道，原来在金门还有这样的好东西，听说以前还是皇帝和皇后的最爱呢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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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哎，我戴手套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好，你好。你这个是在这办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我们金门的特产，嘿，叫做花生馍，就是花生馍，这花生馍啊？对，就是你们去来金门的贡汤。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花生？它上面的这层皮。对。那你这个在办什么？办我们金门高粱酒的酒糟，所以这是要给喂食的是饲料嘛？对，要喂食我们的那个金门在地酒糟的梅花鹿。吃过酒糟的鹿茸的氨基酸，跟没吃酒糟的氨基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哦。哎，哦，鹿茸也会有差，对，有差。我只知道吃了酒糟那个肉质会变得比较好，比较软嫩。我们有经过中研院来合作来做一连串的检验报告。哦，它里面就有检验出来说，哎，没有吃酒糟的鹿茸跟有吃酒糟的鹿长出来鹿茸有什么样的差别性？就你发现里面的氨基酸，发现哇不一样，它多了好几种氨基酸。这样子是，哎，这样子是一天的量是不是？对，一天的量。我一天吃这么多，200多头的鹿，对，200多只都是这个梅花鹿，对，都是台湾原生种的梅花鹿。我们是在地饲养已经20-30年了。拿鹿王给你看鹿王的，它果然整片就是我们的手指头一样，有没有？哦，手掌系列，大对的一两就是1000块，这样一对是多少？2000公克，2公斤。这个6万多块，6万4、6万5啊。前面的盖子比较多，但没有什么血色。当越切到后面，它的鹿茸血色就会比较多了。你看它现在变多软 ，Q 的，有没有？变超 Q 啊！中间很像一个果冻，透明的，是半透明状的。没有错。英文版上线啦，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。世界第一等，世界第一等开课啦！因为金门占地军管将近36年，结果意外保留了纯种台湾梅花鹿的品种，而在华人世界，很多记载都有提到鹿茸对身体的好。这次难得机会接触这些教课，我得好好研究研究。好，就进来就好。OK， 来。哇，梅花鹿现在全部都窝在角落。对，因为看到我们会害怕，比较怕人。我们饲养方式跟人家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有操场，是然后我们是让它仿天然的，是让它不要觉得是局限于在室内。在长鹿茸的时候，是还要加更多的料。一般长鹿茸是大概几月到几月？每年的7月到9月。东方卫刚就是讲鹿茸，它在古时候叫斑龙猪血，以前都是皇帝在吃的，因为它非常的非常的清明节过后开始掉鹿角，是大概85天到95天，它就
从无到有就长出来，它长成只有85天左右。再长就也不好，是不是老掉？再长就是变成是像水果树一样嘛，你原本是很粗壮，如果你再越晚采收，它就变成会比较会丢体。在冬天它交配的时候，它的那个睾丸，它因为它交配，它就要变得非常的大，像莲蓬一样。是。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它要长鹿茸了，是它的睾丸数就是会跟变成第二性腺，变成到鹿茸去。哦，对，变成第二性腺，睾丸会变小。真的、啊，变成像葡萄一样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全力发展脚，对，然后交配季的时候才整个就回到那个睾丸身体。对，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说为什么鹿茸可以壮阳，就是在这边，就因为它的等于是它的第二性征，它的荷尔蒙全部都上来这边。对，哇哦，钟明哥，你可是帮我上了一课啊！原以为鹿茸壮阳这回事是因为取其硬的概念，结果竟然是有迹可循的。看来要照顾它们得多花心思才行。还是要先喂它们喝牛奶。对，你看到这旁边这两只有没有？好可爱哦！它不会怕人哦。不会。嗨，你看我有这个。我第一次这样摸到，这样多大了？几个月了？大概2周、2、3周而已。哦，2、3周啊？对，2、3周走已经可以走这么稳，这样跑来跑去了。因为在做动物一出生之后马上就要站起来了，这是我们小时候童话故事里面的小鹿斑比，就长这样子。这一只比较大一点，对，3周，啊，这两小一点。对，看从头的体型就看得出来。对。那要怎么喂？喂高它就会过来了。来，小朋友不可以不吃饭。乖，那你要不要吃饭？乖。快舔人，他先舔我，咬我，吸我下巴干嘛？你的奶嘴在这里。跑掉来，抓到了，他抓到就可以了，是。哦，好可爱。是，哦，一定要贴。他非常喜欢小康。一定要贴很近。对。好可爱。你吸我下巴没有奶啊？它牙齿好小，好可爱，小小的2排。人生第一次碰到真实版的小鹿斑比，圆滚滚的大眼睛简直电力十足，收服不少少男少女心啊！而且不仅看鹿宝宝是第一次，就连这宝贝我也是初次见面呢。现在在这个冰箱里面的是今年刚采收下来的，刚采收的鹿茸。OK， 那我们直接打开来看一下吧。好，这是冷冻还是冷藏？冷冻。冷冻。哦，对。哇，这就是鹿茸了。对。这就85天采下来，是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。哇，采下来要直接冷冻啊？对，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让它的所有东西全部急速包覆起来，一定要负18度以下，不然它会坏掉吗？如果你采下来，因为我们要让它急速冷冻，好处是说，第一个灭菌，第二个是它可以把所有的精华瞬间锁住。你看它整个红红的，切完之后就像新鲜早上刚鲜采的。哦，这个为什么大小可以差到这么多？来，长得高的人，他长的鹿茸就会更大。哦，长得比较矮的人，可能营养比较不良，他鹿茸就小。那我们还有鹿王，是鹿王啊？对，鹿王就是它是拥有交配权的，它是万兽之王，就是整个群里面。对，它的鹿茸一定会跟这个不一样的。来，那我抱来小，我就拿鹿王给你看一下。鹿王的，对，因为我知道一般鹿在交配啊，你看它果然整片就是我们的手指头一样，一样是从今年的，就是从端午过后开始生长。对，有些就只长这样子。对，完全不一样。有些就 huge。一般的正常鹿茸都是生长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很少会有一片的这样子，像类似。这样，所以这样子是好的。对，就像麋鹿一样。是。好，这种品种就是比较红鹿、麋鹿，它才会这样子的一个等级的一个鹿茸出来。手指头来比较一下，有没有？手掌系列。
它每一个都几乎是手掌系列。对，两边都是一样。你看多粗，这样肿起来大拇指吃萝卜干。那这一只鹿王的这样子的话，哦，我们这是等级这样来，这一两怎么分等级？怎么看？就是看大队小队啊，是大队的一两就是1000块，小队的600。所以越粗越大，它的每一单价它就更高。对，这样一对是多少？2000公克，2公斤。2公斤是几两啊？一斤16两，然后等1公斤等于32两。对，3、6、7， 1公斤我们算1公斤32两，1公斤32两就是3万2了。对。2公斤，这个6万多块，6万4、6万5啊。对，差不多接近。对，接近。哇塞！要求我这一手几乎是一台摩托车的身价，难怪中里哥会说照顾这些鹿都是他用心血换来的，一年只收成一次，这么难得的宝贝，没想到他竟然要我这样做。这个要切多大片？它已经控制好了厚度了，是我们只要就是往前有没有，它就自己就会出来就出来。对，这就鹿往前推，它就自然就弄好一片一片。前面的盖子比较多，那没有什么血色。当越切到后面，它的鹿茸就血色就会比较多了。可是不是说越长它底越尖头是越硬的？它是到后期，后期就是后面就开始变得硬了。是，可是它现在还是软的。它现在现在冷冻的关系，对，它后面是软的，是因为它还在一直长就对了。对，你看，其实它切到后面呢，是，我拿一片前面刚切的，这就是大哥刚才讲，刚切的外面很白，是血气不多，但到后面这个越切到里面，它的血气有没有红色的部分就非常明显，越来越多。慢慢推，它就自动会慢慢的会开始会切。我要推蛮大力的，不然它会跑掉。对，一直跑掉。对，它推，很好。然后切的是一件碎屑，糟糕。抓角度，对，慢慢抓就抓。对。这样可以吗？来，我准备出来试试看，来看。哇塞，暴殄天物啊！我真的是不会，你看我切出来，人家都买走。我这个是已经就是帮你连家里面的部分都切好了。所以你看这个，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哦，它里面血没有？开始融化，开始出来了。对，其实摸就知道了。对，已经顶端。所以说，对鹿茸为什么说活血活气？好，就是我们当一旦推片切完片之后，它就恢复它原本的东西了。现在解冻之后，果然它最顶端有没有？刚才最顶端的部分，你看它现在变多软 ，QQ 的，有没有？变超 Q 啊！中间很像一个果冻，透明的，是半透明状的。没有错。哇，这里面这个中间都是胶质，全部都是胶质，对，都是胶跟钙。那这种鹿茸它会有钾的吗？分辨真假其实最快方法就是，它真的有养鹿，它才有鹿茸。是，它如果没有养鹿，它怎么有鹿茸呢？是，因为它是整瓮泡好了，对，跟中药材混在一起，就是鹿茸酒嘛。对，那混在一起，他喝那个人喝完之后，才发现说，怎么没有靠鹿茸，只靠到。家家户户都会做，有煮回来之后，他会讲的是味道。而且它7斤才算1斤。7斤才算1斤啊！现在1斤200块这么贵啊！我要让它那个颗干，要吃到油的，香味，对，闻到海鲜的鲜味，然后闻到这个肉香，直接来试试看，妈妈的味道，这一口一定要什么都有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。现在解冻之后，果然它最顶端有没有？刚才最顶端的部分，你看它现在变多软 ，QQ 的。
有没有？变超 Q 啊！中间很像一个果冻，透明的，是半透明状的。没有错。哇，这里面这个中间都是胶质，全部都胶质，对，都是胶跟钙。那这种鹿茸它会有钾的吗？分辨真假其实最快方法就是，它真的有养鹿，它才有鹿茸。是，它如果没有养鹿，它怎么有鹿茸呢？是，因为它是整瓮泡好了，对，跟中药材混在一起，就是鹿茸酒嘛。哎，对，那混在一起，他那个人喝完之后，才发现说，哎，怎么没有看鹿茸，只看到红萝卜。好，因为你看这红萝卜就跟长得就如果没有看到毛没有看到毛的话，对，切片是蛮像的，对，而且如果泡在酒里面，大概也很难看不出来。专家讲解完全就是经验传授，而且切过鹿茸才发现，越顶端的地方竟然跟果冻一样 Q 嫩，这简直就是大开眼界。而且怎么吃，达人还有一番独到见解。排骨汤吃很多啦，吃很多，家里常煮。可是加上这个鹿茸片，它直接整片就下去一起炖煮，一起焖煮就对。像刚刚我们切的，就是马上下去炖煮。最主要其实是喝汤啦，喝汤，一个是叫精力汤啦，喝下去就精神会很饱满，但蛮清淡、蛮清爽的。是。然后我以为它会有鹿茸，另外的鹿茸的味道，没有哎。清清的哈，很清爽哎，但也喝不出什么所谓鹿茸味道，什么也没有。这边我们整根鹿茸，对，整根鹿茸再去浸泡，是浸泡完了半年之后，再把它滤出来，就变成鹿茸精了。哦，那这个上面的这些漂浮是，这不太像过滤过，这个叫什么叫？这叫动物蛋白。哦，哎，表示它里面有鹿茸。哦，如果它今天没有这些渣，表示这瓶酒是完全没有鹿茸的。再加一点。金门58度高粱酒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里面不是已经有酒？因为它基酒大概只有20度而已。是。然后因为为了我们让它口感更绵郁的话，我们加一点高粱酒，是哦，提升到30度左右。哦，这样子的喝法是最好最棒的。硬要讲的话，像什么？像罗汉果。就是热的，哎，来了，对，我知道问他这个，像喝这种高粱浓度高的，它热是10道，你感受到是10道，对，是这个位置，然后扩散。可是刚才是直接这边整个瞬间突然就热的，然后背也热的，你看我现在背就热的。这一瓶红红的是什么？没有，它是鹿茸血，加一点高粱，一样要加高粱。对，好，因为加高粱就是它提味的意思而已。好，哎，一样。感受一下，哇，这个蛮红的。这个泡多久了？这个鹿茸血，对，我都是今年7月到9月才收的，然后就直接泡酒，对，它很特别，你看写这么久了，是它没有变深，哎，厉害。因为一般铁质只要一离开身体，一碰接触到空气，瞬间就黑化。对。没有血的味道哎。我们这都是一定要采收鹿茸的时候才取的，是。平常我们是不取的，是不会特别去乱取它的血的。就鹿茸里面，因为鹿茸的血才是你讲的活血嘛。活血，对。说实话，它很特别哦，一样也是热的，都是一样。讲话讲一讲，它突然就有一种热，不是从这边上来，是从身体这样突然觉得有一种热的感觉。我想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喝完感受如何，当然就因人而异啦。但是如果说梅花鹿的鹿茸是金门特有的食补，那么另一样特有的生活方式，绝对要在金门试一试。就要带你入住活的博物馆哦，活的博物馆。对，其实我这一间洋楼厉害了，都看到金门国家公园民宿，花了1000万把它整理完之后，然后后来委外由我们来经营，哇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照顾起来，所以今天就让你住在一个真正的古迹里面。
那这边的话比较特殊，像说这一间洋楼，因为我们金门叫做落番，对，落就是出去，中国以外出去翻地是，然后这一间是去菲律宾，他经营杂货之后赚了很多钱，是，然后在1920的时候就把这个盖了。那你看哦，1920盖这个洋楼的时候，代表他至少提前2到30年前去打拼，对，所以在那个时期非常辛苦，就像黑工，对，然后到现在今年多少？2020，对，今年是他100岁生日。住进100年的古迹里，这经验就像国外住在古堡中，里面不管是家具还是摆设，都是古董来着。以前你只能远看，现在你不只能摸，还能睡在里面。这个木质楼梯也是以前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它是完整修复，因为它是一个博物馆。哇，然后可以介绍最厉害，哎，小心那个门槛。哦，有一个交易厅，有一张撞球桌，是就给客人来这边休息，让大家在这边，因为我这边可以住到蛮多人的，是，那各些客人他们会在这边交易。哦，那这跟金门其实有一些文化相关，因为以前其实就很多阿兵哥的时候，是他们可以打撞球。哦，只可以打撞球，对，其他球这感觉有历史哦，那个桌子非常多，非常的有历史。那个桌子该不会跟它已经有70年70年历史的桌子啊？因为从1949那时候的两岸的阿兵哥有10多万，那时候就只能打撞球。哦，因为所有的球类只要会飘起来的，它都不能，都禁止，因为它会飘对岸。山地文化。那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，是把鞋子脱了，我让你感受会呼吸的房子。把鞋子脱了，你看这个红砖，用脚踩在上面，是很舒服。那你看它其实有毛细孔，所以你脚踩上去之后，它其实很舒服，就接地气的。对，因为水在这个红砖上，它其实会晕开的。所以为什么超出它的呼吸？你踩上它，就像踩到我们的土地。包含你看啊，我们的墙面，我们的墙面这个白墙有没有？是，这不是油漆哦，这其实叫科灰，因为我们金门产鹅啊，把它烧成灰，然后烧抹上去，灰，然后破水，然后把它披上去。就像 Jack 说的，洋楼代表的是以前出外打拼的游子，在海外事业有成之后，回来金门所盖的房子。在金门有句俗谚，6往3在1回头，意思也就是说到海外打拼之路是充满许多的不安，也因此对游子来说，这味道是对家的连结。是传统的金门在地料理，对，是传统在地料理，而且是几乎每个金门的小孩都会吃得到的。那因为金门早年科产量非常多，是，那它不止外销，对，它甚至说因为量太多了，它必须把它先烫起来，然后晒干，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颗干奶。这个肉一定要炒到它的油逼出来了，对，逼它油出来，然后要香气出来，家家户户都会做，对，那他们更希望做别的给小孩吃，不会说点回来，就说肉贩回来或者其他游子回来说，他会讲说小孩吃最大，哦，而且它7斤才算1斤。哦，7斤才算1斤啊！现在1斤200块哦。哦，这么贵啊！所以你想想看，7斤比现在加上工钱。哦，不得了！哦，鱿鱼下去那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，对，层次就不一样。开始闻到海鲜的鲜味，然后闻到这个肉香。其实，在第一等小组到金门前，曾问过金门的朋友最想念的是什么，发现很多人都会提到蚵仔饭。后来到这里后，我才懂，原来这是每位妈妈都会做的家常菜，所以每一口都是想家的味道。直接来试试看，妈妈的味道，这一口一定要什么都有，鹅啊，跟它的那个里面的不管是虾米开洋啊，或者是这个鱿鱼饺，哦，现在这样越咬越香了。它会把所有的材料的那个精华滴在米饭里，然后刚好吃到那个一小块的那个五花肉，那个肥肉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一定要有这个五花肉的油脂。对，然后整个嘴巴那个香味
然后重点是你还会吃到芋头香。就芋头它虽然你会觉得芋头味道可能会被盖过，不会，咬着咬着芋头的味道，它其实还有个别的味道。对，就全部飘出来。哇，这太好吃了，我的妈呀！它是你对家的记忆，你也一定要为什么叫回乡饭？你一定要回到金门，回到金门，回到家里，你才吃得到这一碗，妈妈才会做上这一碗。世界第一点。英文版上线啦！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，快订阅，每天爱你多更多哟！感谢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！世界第一点。其实想家的心情不止金门人懂，只要离乡打拼的人都懂。简单的一碗饭，一个熟悉的声音、味道，唤起的不仅是对家的思念，也是跟辛苦的自己打打气。不管开心难过，不管走多远，不管你多久没有回来，记得回家走走，因为这里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。